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面相分析，这10种容易发财的面相，你占几样？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就是说一个女生非常的有福相，看上去就像有福之人。其实这是从一个人的面相说来的，但我国古代就有很多人是以算命为生的。如果观察一个人的五官长相，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命数，听起来确实非常的玄乎。但是这方面的事情，有的时候确实不能不信，也不能全信，因为有的女人会旺夫，走到哪里都会特别的顺风顺水，拥有好的运气。这样的女人会感觉通身的气质特别的干净，不论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，可能都会出现这种面相，她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。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1. 下巴圆润饱满。在面相学之中，下巴又叫做地格。当一个女人的地格圆润饱满，说明这个女人很有帮夫运，是一个很有福气的面相。结婚以后，一家人幸福和谐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个女人不但温柔体贴，而且非常顾家，是丈夫的贤内助，整个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丈夫无后顾之忧。而且跟子女以及婆婆的关系相处非常好，自然而然能够带来好的运势。眼光独特的她们所挑选的夫婿常常非常上进，即便是开始吃了一些苦头，后期也一定能够拼出好的生活，对感情忠贞不一，是互相最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。2. 额头有美人尖。额头有美人尖的女人一般性格开朗，做事比较急功近利，且父母缘比较差，在年轻的时候无法得到父母的帮助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急躁，所以做事总是出现纰漏，难以成功。不过当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，慢慢会变得稳重，事业自然也就有所改善，路是越往后越好走，是个先苦后甜的面相。3. 腮骨饱满。腮骨饱满的女人一般能力比较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表现得比较强势，因此看起来魄力比较足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富有冒险精神，喜欢创新，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会因为不懂事而走很多弯路，到中年之后会越来越稳重，因此事业也会越来顺利。4. 眼睛小而细长有神。眼睛小而细长有神的女人做事比较稳重，她们性格内敛，不注意她们的人会觉得她们特别平凡，没有什么优点。而实际上这种面相的女人非常的有主意，做事很周全，她们年轻的时候只是在沉淀自己，等时机一到就会马上翻身做主人。这样面相的女生脑子比较灵活，聪明伶俐，但是做事非常稳健又低调，能够稳步地提升自己和自己的事业。35岁之后好运就来了。5. 高挺的鼻梁。鼻直而挺，山根丰隆，鼻翼丰满的鼻相，这样的良人多数都很有贵气，能作富生命。具备如斯优胜鼻相的良人，就算书念得不是很好，也不见得没长进，由于凭着高傲与老道，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。因夫帮夫，这是大鼻美女所会做的事，做老公的算是很受宠又很受珍惜。6. 声响柔和。声响着着甜润，中气茂盛的良人，即便长得庞杂大，却都能配得条件相等不错的男性。这不是隐蔽的面相算命之言，然而有生理与心思的根基根底。声响柔和的人，特性多数温和体恤，相亲率是贤魂家的典范表率，做丈夫的于是得力。而中气通盘，表现这个体的身材强壮，飞分出格是语出丹田，表与心气沟通，浑然达于外，因而婚姻和谐幸福。7. 田字脸。所谓的田字脸，
便是额头偏方形且腮骨突出，同时脸上有着丰腴肉质，全数脸型方中带圆的脸型。这种良民心肠相等开阔，好教冤家又乐于助人，同时也是心思细密，会帮冤家渡过难关的慈悲家。没使命的，他热情地帮人家安顿；缺业绩的，他会帮着找卖主。无论如何，甘愿宁可支出比他人多的田字脸，娶到他即是同时具备一堆赤心好冤家。8. 人中大明晰。女性要是拥有大白明白明晰深长的人中，肯定是体质手段强，能生出优胜遗传孩子的上上之相。所生坤义后代也随意草率，心存孝道，聪明多福，将来结局且高。人中形美也是短寿的表征，因此人中也有寿堂之誉，聪明加上高寿，夫荣子孝，真是好命。9. 垂珠后大。有着大厨业大的耳垂，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范例。耳垂后大的人，金钱运、冤家运都不错。耳垂大又娇嫩的姑娘，轻率人无比宽厚，分外轻率本人的老公、孩子，都会有一份温馨包容的友谊，有福音，有人缘。这样的姑娘有福泽极了。假设你的太太是个有福泽的人，举家人必定能收受经受到他的福泽，享用到衣食无虑的生活。10. 柳叶眉。眉形挫折始末的幅度相等大，同时显示弧形的这种眉毛，且从眼头长长的抵达眼尾的前线。这种柳叶眉的良人，都是仁慈异常、心肠特软的温和才子。不过生有这种眉形的良人并不多，碰到了就要竭力行使把握，以免错掉落先机，被其他的人追走了。11. 毛发娇嫩。发质倾向娇嫩，特性会很柔和，对比不会自寻懊恼，不自找费事，这样的生活会相等清幽闲适。同时，特性娇嫩的人还有个好处，行事上不见得没有主意，而是调以即性和妥协性很高，总能面面俱到地帮家里处理结果，分忧解劳。12. 眼神明澈，眼睛稍大，眼珠混杂厉害。这类女孩聪明慧侠，就像诗情画意中的女配角一样。有这种大俏丽眼睛的良人，都是机灵、纯真、恢宏奔放，带点孩子气的美少女。娟秀，气质好，而且进退有礼，没有令人难以忍耐的傲气。也由于命好，往往多用正面的考虑来对待世人，尽管有暖巢与妨害，但面青绿顺境也都有抑制与转移的一套思想。有这样的老婆，幸福。13. 唇红齿白，嘴唇光荣偏红，同时齿列平等不尖不包，齿色偏白。陪伴这种像的是声响倾向着着，咬字大白明白明晰。拥有此相的良人，和丈夫间的关系甘美，夫妻恩爱，情感生活完美。这类可以享用标致有益生活的良人，最大的脾气长处便是脾气中庸，既不神采化，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经，而且很善体人意，使得家庭内聚力强，情感根基根底坚固。14. 口大能干。对于古话男人口大识四方，女人口大识穷郎，现在已有新的诠释，女人口大懂得交际应酬，做事能干。嘴唇色泽偏红，齿列整齐不尖不包，齿色偏白的女子，和丈夫关系甜蜜，感情生活美满，能够享受美好活。其性格中庸，既不情绪化，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，善解人意的个性，使家庭聚力增强，夫妻感情自然坚实。能娶得这样能干的娇妻，夫复何求。15. 耳红而圆。一般而言，以双耳来判断，在相学中，耳主家事、青春期运势、健康寿命等方面。这里所说的耳红，是指耳朵的肤色以红为主，即苍白、发乌等；而圆则是指耳形以圆为主，即耳形凹凸、残缺等。
这种女人一般家世不错，又容易得到家人、亲朋的帮助而丰衣足食，属于贵妇香的范畴。而且在婚后对恋人子女的运势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以上分析的就是富贵命的女人面相。这几种面相的女人是能有富裕的私生活，她们出生的时候可能运势也不是很好，也会遇到很多麻烦，也会有无助的时候，但她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，在她们的努力之下是很容易获得成功的，晚年很幸福。好了，君子面相，为人正直，能深交。常言道相由心生，所以面相不单单只是看运势的所在，通过面相亦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的性格、内心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是很难看透一个人，毕竟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学会了伪装，有些人表面上是个正人君子，实则是一个小人。我们若是想要分辨出小人和君子的区别，就得从面相的特征上来看，毕竟相由心生可不是一句虚言。那么什么面相是正人君子呢？什么面相的人又是小人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7种正人君子相。国字脸，脸型方正国字脸面相的男人大多为人都非常的老实，这种男人一般做事非常认真，凡事喜欢实事求是，为人成熟稳重，做事比较踏实，无论做什么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，不会冒进，也不会急于求成，非常的有责任感，对于妻子和感情都比较忠诚，待人真诚，为人非常的正直，遇事沉着不慌乱，处事冷静，有着很强的个人能力，能够给人非常强烈的安全感，所以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丈夫，都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值得信赖的。鼻梁端正，在面相中鼻梁即人品，从鼻梁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鼻梁挺直，鼻头饱满有肉，鼻翼丰满，整个鼻相看上去比较端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自信心非常足，并且有着很强的包容心，家庭观念比较重，非常的有责任心，对待亲人、朋友和爱人比较的体贴，凡事懂得为他人着想，内心正直，为人非常的有原则，重承诺，在工作和生活中是一个言必行、行必果的人，不喜欢说谎，非常的讲诚信。牙齿整齐，牙齿为嘴巴的门户，在面相中牙齿为肾的花朵，所以牙齿的好坏直接可以影响到人的健康和性格。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洁白整齐的话，这种人的性格一般比较的开朗，也比较的乐观，待人热情，行动力非常强，为人比较的讲诚信，属于言而有信之人，在生活中也不喜欢说谎，为典型的正人君子面相，为人可靠，身体康健，能长寿。眼睛有神，眼睛为心灵的窗户，从眼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思，眼神不正之人大多心术不正，心里的歪点子较多，喜欢算计和琢磨别人。而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非常有神，并且目不斜视，眼光比较正直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内心非常的正直，为人比较老实，对朋友和身边的人也比较正义，内心善良，非常的值得信赖，是一个正人君子。印堂开阔，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在面相中又称为命宫，印堂宽窄代表了一个人的心胸大小。如果一个人印堂开阔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非常的有魄力，并且很有担当，做事果断，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并且敢爱敢恨，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大气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有着很强的包容心，对另一半和身边的人都比较好，为人比较老实和正直。嘴巴方正，在面相当中，人们的嘴巴面相也是很重要的。通过看一个人的嘴巴，是能够知道对方的性格是怎样的。如果一个人是嘴巴方正的，那他们的性格是很好的，绝对是个正直的人，为人心地很好，善良的人去到哪里都能受到人们的喜欢。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能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不会做一些陷害他人的事情，能踏实的做好每一件事情，从来就不会主动给他
他人找麻烦的，内心真的很好。善良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喜欢，嘴巴方正的人也会乐于助人，看到他人陷入困境之中是会出手相助的，绝对不会看着对方遇到危险不管的。与这样的人成为朋友是很好的，值得深交的一个人。7. 嘴角上翘。一个人是嘴角上翘的，那他们是善良的一个人，也特别的热情，这样的人命运是很好的。通过面相能了解一个人嘴角上翘，能乐观地面对所有事情，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很好的，喜欢帮助他人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往好的方向去想，即使遇到了困难也能保持良好的心态。他们是个充满正能量的人，不像是嘴角下垂的人一样，因为那样的人就像是个怨妇一样，总是喜欢抱怨的。而嘴角上翘的人是很热情的，喜欢帮助他人，为人很正直。2. 6种小人相。1. 鹰钩鼻子没有肉。鹰钩鼻的重要特征便是鼻梁细薄无肉，鼻头尖细下弯，看上去就像鹰喙一样。长有鹰钩鼻的人大多虚荣心非常强，特别的精于算计，总是想方设法的占便宜，一点亏也不会吃，为人特别的自私，眼里只有自己，凡事都要精打细算，从来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，为了利益和钱财，甚至可以不顾别人死活，心性冷漠，亲情缘分淡薄，为了利益不惜出卖亲人朋友，但是头脑特别灵活，善于做表面文章，把自己塑造成一副大好人的形象。2. 脑后见腮法令深。脑后见腮指的是腮骨极大，向两边突出，在相学中也称炸腮或风字面。腮骨又称反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、决心和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腮骨宽大且法令纹较深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绝情，为人非常的注重现实和物质，喜欢仗势欺人，为了利益经常做一些背信弃义之事，而且特别的固执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或批评，做起事来也是不择手段，有着很强的掌控欲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喜欢拉身边的人来背锅。3. 眸子轻浮，嘴皮薄。眸子轻浮指的是眼神飘忽无力，若是再加上嘴唇较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自私自利，为人非常的刻薄，容易看不起人，特别的自我，说话做事都非常的偏激，带有很强的攻击性，从来不考虑后果，而且内心非常的腹黑阴暗，总是把别人想得特别坏，凡事喜欢计较，喜欢与人争斗，一点亏也吃不得，而且刚愎自用，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或指责，待人缺乏诚恳和谦逊的态度，性格尖锐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，容易被人孤立，属于典型的小人之相，最好不要招惹。4. 阴阳眼，死鱼眼。嘴若吹火。所谓阴阳眼指的是两个眼睛看上去大小明显不一样的人，而死鱼眼指的是眼睛的眼白较多，瞳仁较小且双目无神。嘴若吹火指的是嘴巴前凸，嘴唇外翻，看上去就像是在吹火一样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性格非常的矛盾，情绪变化比较快，说话做事儿也常常是表里不一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私心非常的重，自我保护意识极强，喜欢颠倒黑白，胡搅蛮缠，做起事来狠辣绝情，一定要小心。5. 肩门枯陷，无肉露骨。肩门位于额头的两侧太阳穴附近位置，眉毛和眼睛的尾部代表着一个人的道德和情怀。如果一个人的肩门位置枯陷露骨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思想和心胸非常的狭窄，眼里只有自己，缺乏人情味儿，在利益面前，感情对他们来说都不那么重要，为人特别的精于算计，非常的狡猾，即使是对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是锱铢必较，缺乏合作意识和患难意识，只可同甘不能共苦，婚姻不稳定。6. 三白眼。其实长有三白眼的人是不能接触太多的，因为这样的人人品是不好的，也不能有好的性格，心机很重的，容易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。通过面相分析能知道，三白眼的人是相当的精明，更是很注重自身的利益，会过分的要求他人的，凡事只会想到自己的感受的，容易因为利益而出卖自己的朋友的，简直就是一个小人来。
所以来跟这样的人交往是要小心一些的，最好就不要深交，不要告诉他们你的秘密，不然他们会将你的秘密告诉很多人，相当可怕。交朋友最不愿意的就是交到伪君子、真小人了。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更是会处处算计着其他人的利益，想要从中得到利益，在利益面前更加是不会念及感情，是非常薄情寡义的人。这样的人也不会是用真心待你的，所以是交到这样的朋友，那么就非常不好的了。所以小酱汁建议大家在交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学会从面相中分析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讲。15种不能嫁的男人面相，一生贫苦不可靠。嫁个好男人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，一个心地善良、持家有道的踏实男人是女人最坚实的依靠。男人到底如何，一般透过其面相即可知道。那么从面相来看，哪种长相的男人不能嫁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鼻梁过塌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男人的鼻梁长得过于塌陷，没有一点的气势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男人，他们自己完全就没有一点的气势，个人的工作能力也都是一般般，注定就是穷苦相。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做事缺乏自信心，完全就没有啥太大的魅力，注定一生就是吃苦受穷的命，一辈子都别指望。2. 嘴歪不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嘴巴长得歪斜不正，或者是嘴角下垂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男人，他们自己就是一张大嘴巴，整日就喜欢各种挑拨身边人的关系，甚至还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，一点也靠不住。所以别指望这样的男人有啥大本事，只能做一些小打小闹的事情，上不了台面。3. 嘴巴外凸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嘴巴长得明显的外凸，或是能够看得到牙齿，则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人，往往为人会非常的刻薄，总是各种的嚼舌根，说别人的八卦，一副小家子气。所以往往大多数的时候，他们自己的婚姻状态会非常的差，日子也会过得比较的奔波，完全没有啥幸福感，谁嫁谁倒霉。4. 额头低窄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过于低窄，整个的发际线明显的偏低，或是压住眉毛，则往往这样的男人自己本身就没有啥太大的本事，往往一丁点的诱惑就会把他们给迷惑住，至少婚后的状态不佳，一辈子注定就是穷酸劳碌命。所以这样的男人干的也都是一些出苦力的工作，注定成不了啥大气候。5. 眼神漂浮。男人的眼神漂浮，总是喜欢乱转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男人，他们个人对待感情会非常的不专一，容易三心二意，或者是往往会因为各种事情而闹得自己家里鸡飞狗跳，而且他们总喜欢出各种的坏主意，日子过得也不安分，实力不足强大，婚后也没啥幸福感，自然也就是穷苦相，生活上的压力也会大。6. 眉毛杂乱。眉毛为情员工，可以看出一个男人对待感情的态度以及自身的性格。若是一个男人的眉毛非常的杂乱，而且距离眼睛比较近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心思不定，为人比较的懒散，缺乏上进心，对待工作喜欢敷衍了事，对待感情多半也是三心二意，不把感情当回事儿。俗话说眉乱即心乱，这种男人往往比较的好高骛远，喜欢幻想，缺少行动力，比较的好吃懒做，喜欢赖在家里，一定不能嫁。7. 嘴巴常开。嘴巴代表了一个人感情的薄厚和沟通表达能力。如果一个男人的嘴巴合不拢，经常处于张开的状态的话，这种人意志力不强，做事缺乏坚持和毅力，并且说话口无遮拦，为人也比较的尖刻，说话比较的伤人，经常得罪人。在生活方面，花钱也是大手大脚，经常入不敷出，财运和事业容易受阻，辛辛苦苦忙碌一辈子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嫁给这种男人的话，就等着受穷吧。8. 山根折断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，为鼻梁的根部，上承印堂，下连恶极宫，又称夫妻座，代表了自己的另一半和自身的健康，对于一个人的中年运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。如果男人山根低陷，就像折断一样的话，
这种男人一般做事不专心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远离家乡在外发展，并且疑心较重，与爱人之间缺乏信任，夫妻容易发生矛盾，性格顽固，人际关系比较的糟糕。相书上讲，山根折断亦有灾难，嫁给这种男人的话，一辈子注定比较的孤苦，很难有翻身之日。9. 两腮无肉。腮骨代表着一个人的坚持和原则，腮骨宽阔发达的人大多意志力坚韧，能够吃苦耐劳，往往能够成就一番事业。若是男人的腮骨如刀削一般尖细无肉，形成锥子脸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没有原则和底线，做事缺乏信义和忠诚度，没有自己的坚持，容易见风使舵，随波逐流，而且好高骛远，说得多做得少，家庭责任感薄弱，非常的自私自利。如果嫁给这种男人的话，家庭生活艰苦，很难获得幸福。10. 嘴角下垂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男人的嘴角明显的下垂，整个给人一种消极的感觉，则这样的男人自己没有啥大的本事，但是总是各种的喜欢在背后搬弄是非，比较容易得罪人，往往人际关系会处理得非常的差。所以这样的男人一般在家里也会唧唧歪歪，整天就知道唠叨，甚至于比妻子的心眼都小。这样的人越是爱抱怨，则他们的烦心事儿也就会越多，一生的运势不佳。11. 鼻孔外翻。鼻子为财，而鼻孔也就是我们的财库。若是鼻孔明显的外翻，而导致钱财外露，而一般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男人，往往赚的钱比较多，但是花的钱反而非常的多，根本就留不住啥大钱，属于典型的漏财相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就算是给他们一座金山，也会被败坏光。所以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样的男人啥都指望不上，甚至还会依靠伴侣过活。12. 人中浅平。人中位于鼻梁下方的凹槽处的位置，也是任督二脉所在的位置。若是此处长得过于浅平，则往往说明此人的生殖能力不强，子女运势过差，没有啥好的子女运势，自己的智力也是发育一般，与孩子家人之间的关系都处理不好，总是会为了一些极小的事情就发生各种的争吵，导致晚年的生活比较的孤独，自己的子女也不愿意在自己身边，日子过得不如意。13. 下巴过尖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明显的过尖，整个就像是被一刀切一样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男人为人自私自利，总是喜欢算计，耍一些小聪明，就连自己的伴侣也会给他们算计进去，从而导致自己婚姻运势不足，甚至还会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的境地。所以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都指望不上，能力上也会不足，完全就没有啥是非观念，日子只会是越走越窄。14. 田宅宫过窄。田宅宫位于眉眼之间的位置，主要代表的是他们的田宅、机制、房产运势等等。若是田宅宫的位置长得过于狭窄，则他们的心眼小，心思过重，往往感情生活上会经历各种波折，很难会有稳定的婚姻生活态度。所以他们这样的人一生的福禄不佳，财运不好，至少感情上会比较的乱，自己辛苦劳碌一辈子，连自己的住房都难以解决，生活各种不如意。15. 天生卷发。无法天生自来卷的男人，一般性情比较温和，为人比较的浪漫，喜欢不断的追求新鲜和刺激，特别的善于揣摩女人的心思，很会讨女人欢心，异性缘非常的好，但是为人比较的花心，容易见异思迁。这种男人一般比较的聪明，并且很有个性，善于表现自己，很受异性喜欢，但是性格方面放荡不羁，为人比较爱自由，不喜欢受到约束和羁绊，也不会真正的投入自己的感情，对感情缺乏专一，不长性。女人们在结婚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一个积极向上的男人来结婚，这样才能对你的未来有所保障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